他遭同门陷害，成为残疾，卧薪尝胆，而后逃出升天，指挥齐国军队2次击败魏国，将陷害他的同门处死。他就是助齐国奠定霸业的孙膑。孙膑，战国时期齐国军事家兵圣孙武的后代。孙膑与庞涓同拜在鬼谷子门下。鬼谷是一个神奇的门派，也是传说最多的。鬼谷虽然比不上其他名家那么多人，但是鬼谷出来的都不简单，如张仪与苏秦。张仪凭借口舌便破解6国合纵攻秦，苏秦游说各国配6国相应。在战国时期大争之势，列国伐交频频，有本事的人肯定都希望建功立业。庞涓比孙膑早下山，庞涓先到了魏国展露才能，很快就当上了魏国的大将军。庞涓知道自己比不上孙膑，便派人将孙膑请到了魏国。魏王知道孙膑来了，也很高兴啊，和庞涓一样都是鬼谷门下的，肯定也是大能，便将孙膑封为客卿。孙膑也是感觉自己能在魏国有建树，况且师兄还在这里，有什么事儿可以2个人互相扶持。此时的孙膑在想象如何在魏国大展拳脚，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庞涓请孙膑来就是为了方便搞他。庞涓派人暗中监视孙膑，后来更是给孙膑捏造了个罪名，割掉了孙膑的膝盖骨，孙膑也就成了废人。但庞涓还是没下死手，把孙膑的命给留下了。这庞涓用我们现在来想也是离谱，孙膑又不一定来魏国和你争什么，就算是为了以后的魏国不让孙膑为他国所用，那应该直接杀了孙膑才对呀，还给他留了一条命，这不是给机会吗？孙膑成废人以后，每天也是装疯卖傻，这也让庞涓对他放松了警惕。孙膑忍辱负重，最终还是等来了结果。后来齐国派使臣出使魏国，使臣觉得孙膑与众不同，就偷偷地将孙膑带回了齐国。孙膑的才华得到了齐国名将田忌的赏识，后来的田忌赛马也让孙膑得到了齐威王的赏识。齐威王也常常向孙膑请教兵法军队之事。这位齐威王广用贤能，用邹忌为相进行改革，修明法治，赏罚分明。经过几次大战之后，齐国开始称雄于乱世，而孙膑的复仇之路也就此开始。你庞涓让我成了残废，我就让你身败名裂。公元前354年，魏国的盟国魏国被赵国进攻，于是魏国就派军包围了赵国国都邯郸。赵国派使者向齐楚2国求援，齐威王便召集大臣们商议，这赵国到底救不救？这赵国救是肯定要救，毕竟如果赵国被魏国打败，魏国的实力就会进一步加强。齐国商议的最后结果是兵分2路，一路进攻魏国的襄陵，另外一路由田忌和孙膑率领去救赵国。此时的庞涓已经攻下了赵国邯郸，准备去攻打魏国。这就是盟友，始终都是自己的利益至上。在庞涓进攻魏国之前，田忌和孙膑的军队赶到了齐魏边境。田忌准备直接和庞涓进行决战，但被孙膑给拦了下来。攻打邯郸用了那么长时间，主力军队都在国外，魏国内部国防必然松懈。于是田忌听从孙膑的建议，南下佯攻魏国的战略要地平陵。平陵虽小，但易守难攻，城池很小，但管辖地区很大，而且是魏国粮草必经之地，攻击这里最能迷惑魏国，让庞涓误以为齐军主将无能，怎么会攻打这么个难啃的骨头，便不会与守军一起夹击齐军。在接近平陵时，孙膑先命令临淄和高唐的守军先向平陵进攻，吸引火力。2城的守军在攻打平陵时大败后，孙膑便派出轻装战车直逼魏国大辽，使庞涓回来援救大辽。再在庞涓回来的路上，派出少数部队与庞涓交战，故意战败，让庞涓轻敌。庞涓果然上当了，直接丢掉辎重，轻装急行军的去救援大辽。孙膑带领齐国主力部队在桂林成功伏击庞涓，但孙膑并未杀死庞涓，只是将庞涓关了起来。此战史称桂林之战，也是围魏救赵的出处。虽然击败了庞涓，但并未击溃魏军主力，齐军也因为人手实在不够，没有进攻魏国大辽。公元前352年，
魏惠王利用韩国的军队包围了进攻相邻的三国联军，齐国只能去请楚国大将秦舍出面进行调停。公元前351年，魏王和赵王在漳河结盟，魏国军队也撤出赵国国都邯郸，也可见魏国在魏文侯、魏武侯时期打下了多好的基础，才能给魏惠王浪成这个样子。这之后魏国还是中原霸主，只可惜魏国邻居鼎国在魏惠王晚期崛起，再加上被齐国击败，魏国才开始走下坡路。也是在魏赵两国结盟的这个时候，孙膑把庞涓放了回去。孙膑也是没下狠手，你放我一命，我也放你一命，下面就该终极对决了。公元前342年，魏国将领穰苴在南梁击退韩国将领孔业的军队，韩国紧急向齐国求援。孙膑再次使用围魏救赵的计策，率军袭击魏国国都大梁。孙膑料到魏国军队肯定会轻视齐军，毕竟是由吴起改革的魏武族，自魏文侯以来就是胜多败少，再加上齐军盛名在外的怯战，于是孙膑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，开始了著名的丢锅战术，迷惑庞涓。第一天丢10万个，第二天丢5万个，第三天丢3万个，让庞涓以为齐军怯战全跑掉了。庞涓也很是给面子的上钩了，他真以为齐军怯战，便丢下步兵带着精锐骑兵追击。孙膑料定庞涓在天黑时正好抵达马陵这个地方，马陵道路狭窄，两边还被山艰难险阻包围。孙膑令士兵将大树锯掉树皮，并在树上写下庞涓死于此树下。杀人还要诛心，好可怕呀！再令弓箭手埋伏在马陵两侧，约定在写字的树下有亮光就射箭。庞涓到了以后，看到这棵没有树皮的树，发现上边似乎有字，便点火查看，字都没看完，齐军伏兵就万箭齐发，魏军死伤大半。庞涓自己也知道这次玩完了，于是拔剑自刎。死前说：“虽成庶子之名”，意思是我的死反倒让这小子成名了，其中的庶子是骂人的话。齐国随后乘胜追击，歼灭魏国军队数十万人，魏国也失去中原霸主的地位，而齐国开始称霸东方。后来因为邹忌和田忌的矛盾，使得孙膑产生了隐退之心。最后孙膑退隐鬼谷，一边教徒弟，一边整理出来了军事著作《孙膑兵法》。据传说，孙膑最后活了72岁才死。民间也有很多关于孙膑的故事，如孙庞智斗演义等。孙膑的《孙膑兵法》主张重视慎重地对待战争，强调战争是解决国家与国家为敌的一种手段，只有有了强大的军队做保证，国家才能安定富强。但孙膑的军事思想的问题，如他把士兵当成纯粹的工具，而且有些战术只有表面，甚至还掺杂着迷信，但他对军队的运用还是出神入化的。分别在桂林和马陵两次战役中战胜庞涓，奠定了齐国的霸业，更何况他还是个残疾人，可见他的能力和心智。那么大家对孙膑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